我还是单独跟他聊一下吧。你今年21岁了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律所实习了。我师傅那时候教我，如果有人欺负你，就一定要想好要怎么还手，用什么方式还手，有仇必报，绝不手软。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明年也应该毕业实习了。但是，他真的没有欺负我，他只不过就是不爱我了而已。这是你手术记录的复印件，看一下。他给我做的。是的。不过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白雅琴在手术的时候是否知道你和她丈夫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人为安排。你哥哥现在认为，在你手术的过程中，院方和负责的医生存在过失操作的可能，所以他希望你能委托律师对相关人追责。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患者怀疑医护人员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或者因为个人恩怨故意实施错误治疗，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你自己。你有我电话，改天再来看你。唐律，不管我是否真的决定追责打官司，我都知道你一定是个好律师。唐律师，我妹妹咋说？你自己妹妹你不了解吗？那你就不能劝劝她吗？她从小就这样，被欺负了她只会哭，每次都是我。你妹妹已经21岁了，她已经成年了，她有权利为自己做任何决定。还有啊，如果不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小徒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儿的。所以你和你妹妹商量好了，想怎么解决再来找我，好吗？刘卫东。别，六哥，我电话你都不接了，我只能亲自来找你了。没有，六哥，我，六哥，你女朋友啊？介绍一下。不是，律师，他是我律师，六哥，六哥，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律师说。您是他律师啊？首先声明，我们不是黑社会，正规的监管公司，合法持牌的，只是例行关怀一下客户，没问题吧？我是律师，但我不是刘先生的代理律师，所以你们之间的事儿与我无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管你们想干什么，不要干扰到其他人，否则我会报警的。不。妈的，还真跑！六哥，我这段时间确实是，你再宽容我几天啊。行了，这轱辘话就省了啊。你房间那个，你妹妹留完例吧。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来探望一次。还有你家里的爸妈，
我这俩兄弟会专门去拜访。放心，人家律师说了，非暴力，无威胁啊，对你只有关怀问候。至于什么时间还钱，自己看着办。六哥，我一定想办法搞钱还给你，啊！那就祝刘老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啊！哎，滚！哎。可以了。好，谢谢秦医生，注意休息啊。好的，好的。秦医生很忙啊。你怎么来了？看病。穷病。这里是医院，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前两天不是刚给你5万块钱吗？想拿几万块钱就撒手不管了？你想没事儿的吧？说吧，想要多少？1000万。1000万？你疯了！你这是在勒索我，在敲诈我，你知道吗？看你这意思，你是不想负责了是吗？请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我有其他病人。秦医生，先看看这个。衣冠禽兽，华木医院外科专家秦明婚内出轨女大学生，致使女方宫外孕大出血。往后翻还有呢，改天我传给你。我好好想想吧，秦医生。如果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你还有这家医院都会出名。到时候就算你媳妇儿不找你麻烦，那医院领导呢？啊，你还能好好的坐着给病人看病吗？哎，对了，你媳妇儿知不知道这事儿啊？我给你2天的考虑时间，2天以后如果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到时候我就会轻轻按下这个发送键。秦医生，你就要出名了，好好想想吧。衣冠禽兽，华木医院外科专家秦明婚内出轨女大学生，致使女方宫外孕大出血。西西睡了吗？别叫女儿名字。走。他要1000万，否则就把视频发出去。如果那视频发出去了，就什么都完了。你的意思是说，你出轨是他们给你设的局？是他哥，曼丽绝对不。曼丽，齐明，你可以背叛我们的婚姻，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个女儿？你在外面和那个女人鬼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事真的被曝光了，社会上的谩骂会影响你女儿的一生？啊？你看着我，你说话呀！老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老婆，是我不对。如果你想离婚，我可以净身出户，房子、孩子都归你。对不起，老婆。离婚，好让你名正言顺的和你的曼丽在一起。别做梦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属于我女儿的任何东西。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你，刘曼丽的子宫切除术是我亲手做的。那天在宝海医院，我眼睁睁看着你站在手术室外，秦明，你也算是个男人，你把一个正在大出血的女人扔在手术室里，你跑了，你太没种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你用那个女人侮辱了你的妻子，现在你又用这种眼神侮辱了一个医生的职业操守。不过，现在我觉得，能够亲手救她一条性命，也是对那个女人，还有你犯错的救赎。既然我们现在还是夫妻，那他找你要1000万，就是在问我要钱。我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和西西现在的生活。这件事儿，我会和你一起面对。怎么办啊？发信息给他，问他要多少钱，如何交接。今天24点之前50万，否则就让视频发布出去。先讨价还价，然后转账给他。我之前给过他5万了。上次是因为你把钱转到了投资 APP， 他完全可以说你是自愿参与的网络投资项目，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所以我要趁他威胁我的时候给他转账，留下转账记录，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他的犯罪证据了，对吧？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你按我说的做。肉排面2碗，小份。好嘞，2碗肉排面。现在手头只有10万，都给你们了，视频可以上了吧？多谢秦医生，还不够，你再想想办法。为了你自己的名声，还有你那么漂亮的女儿，你不想让她知道她爸爸不是个好人吧？老板，加蛋双份。你好，刘贵忠在吗？你们要找我哥？对，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来了解一下情况。曼丽，曼丽，哥给你买了点有营养。你是刘贵忠？哥，你是不是去找他了？我们市公安局的，有人报警，你涉嫌敲诈勒索，跟我们走一趟。你有权选择辩护人，走吧。哥，这我都跟你说了，他就是个混蛋，你不能相信他。他给了钱就报警。赶紧打电话给女律师打电话，让律师来救我。快点，曼丽。
恢复的怎么样？负责你的陈医生经验还算不错。齐明呢？严重贫血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休养和调整的，养不好，病根要带一辈子。我看你脸色不好，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好好休息吧？你应该懂得爱惜你自己。我问你，齐明人在哪儿？他不会再来找你了，你忘了他吧？你让我见他一面行吗？你切除我子宫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我告诉你啊，从我拿起手术刀那一刻起，我就绝对不会做任何违背职业道德的事儿。你去追究，去调查，所有的记录都在，你会知道那场手术中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救了你的命，一个跟我抢我丈夫女人的命。那你为什么要救我？我现在这样，还不如死了呢。你已经没了一个子宫，还害了你哥，这代价还不够吗？是你让警察找我哥的。他拿你的子宫向我们勒索1000万，这是敲诈勒索罪。难道我不该报警吗？你别这样，你有什么你冲我来，你放我哥行吗？你把他放了，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我给你保证，以后我哥不会再去找你，还有那些钱我们都会还给你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白医生，你把他放了行吗？我求求你了。你和我丈夫出轨时，就如同一把手术刀在我身上深深切了。现在，我只不过是把这一把刀原封不动地还给你罢了。傻孩子，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我的真心被他践踏，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付出代价。唐律师，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帮帮我，行吗？他的确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站起来说话。但如果刘女士也是被齐明欺骗的，那么欺骗她的人也同样要付出代价。看来还没蠢到家，正好律师在场，那我们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下。2年来，我的丈夫齐明给刘曼丽女士红包转账40.68万元，还有一些礼物，这是部分发票。请律师告诉刘女士，作为合法妻子，我是否有权要回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财物？刘女士，请尽快归还这些财物。我会考虑是否谅解你哥哥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归还，我的律师会再来找你们的。我应该怎么办呀？我哥该怎么办呀？帮帮我，救救我！从法律上讲，白爱晴是秦明的妻子，她的确有这个权利向你索要回这些财物。可是，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你现在没有退路了。如果你需要我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替你处理你哥和你的案子，那你需要跟我签订一份律师代理协议。这不是趁火打劫，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法律，我请你做我的律师，把我哥救出来好吗？刘贵忠涉嫌敲诈勒索案和刘曼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唐律女士准备接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林小云。嗯。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吗？我。对，就是你，说，大声说。刘贵中有敲诈勒索行为，秦明明显是在律师的指导下完成取证和应诉准备的，我们是被动的一方。至于刘曼丽受到精神和身体双重损害，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为小三打官司，律所要承受舆论压力，得不偿失啊。戴律，你的意见？这案子标的额不高，如果真的要接的话，可以交给所里其他年轻律师去接。康主任，你不用问其他人，你有什么意见您直接说就好了。唐律，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选择这个案子，没有问题。但是，是否需要给大家一个理由？你们都不同意我接这个案子，是吗？康主任让我给大家个理由。说实话，这个理由之前我还没想好，但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都反对，我偏要接，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这个人呢，狂野且叛逆。唐律师选择接这个案子，我就相信他一定能打赢。咱们所的原则：独立选择、独立思考、独立负责。标准答案。散会。刘曼丽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签了。我知道。师傅，康主任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个老狐狸的话，我一句都不信，你也别当真。我需要的只是他一句兜底的承诺。你去调一下那天急救车的记录，我去找那天的值班医生聊一下。好。急救车的医护人员到达小区的时候，秦明很长时间都没有接通电话，导致了送医时间的耽误。他还在需要联系家属、手术签字的关键时刻跑了，他就是故意的。他当时不敢签字，就是怕留下证据。只是不清楚他当时知不知道，请来做手术的医生就是他的妻子白雅琴。白雅琴的完整手术记录我看了，抢救及时有效，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如果不是当时他决定切除子宫止血的话，刘曼丽的命都可能保不住了。白雅琴还算是刘曼丽的救命恩人，只是这个秦明，值班的医生说了，这种孕早期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不排除外力因素的影响。除了外力，还有药物。药物？我要怎么告他？首先，你哥哥涉嫌敲诈勒索，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同时，你可以起诉秦明婚内与你交往，导致宫外孕，并且在你送医抢救的时候，故意不接电话，导致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对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这是2个案子。不，他不是故意的。从他打电话到救护车进入小区，只用了18分钟的时间。但是秦明没有说出准确地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至少有15分钟的时间电话是无法接通的，所以才会导致错失了抢救时间，导致你出现了无法止住的大出血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秦明是有责任的。不，但是他当时肯定是因为情况太危险了，所以他很着急，才顾不上了呀。秦明他是个医生，你认为他会不知道该如何紧急处理吗？白雅琴切掉我子宫的事情，秦明知道吗？在你手术之前，医生通知秦明联系家属签字，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秦明丢下你独自离开医院。白雅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她对你所有施救的方案都有明确的记录，是她救了你的命。所以从现在的证据来看，使你失去子宫的不是抢救你的医生，而是这个错失的抢救时机。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说的我相信，可是我不相信秦明。你说过，秦明曾提出
让你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想留下这个孩子，所以他后来一直都对我特别好。那个时候我甚至以为他会娶我。出事那天你吃了什么，还有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那段时间他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喂我吃药，然后煲汤给我喝。那天好像煲的是鸡汤，我喝了2碗吧。后来有点不舒服，他就扶我去床上躺着了。他说这是孕早期的症状，就很正常，休息一下就好了。所以是什么时间你发现自己不对劲的？大概是夜里1、2点吧，我突然开始流血。他说这是先兆流产的症状。本来想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的，但是因为看我情况太危险了，所以才叫了救护车。我们方便去你家里看看吗？小心。这就是我和秦明住的地方。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医生说你现在还需要静养。我们能随便看看吗？嗯。可你们要找的是什么呀？一些证据，和秦明有关。这个房子就是他租给我的。你吃的药还有维生素什么的，平时都放在哪儿啊？都在这个抽屉里。我能看看吗？没问题。这里面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我们俩一起布置的。当时还在想，以后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他买给我的，说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就让他陪着我。你清醒一点吧。秦明给你花的钱都属于他和白雅晴的夫妻共同财产，你之后都要归还的。这些维生素什么的都是秦明给你买的吗？对，都是他买的，说是对孕妇好。他每次都是准备好了给我吃的。那你平时吃的都是哪几种？你还记得吗？我不太清楚。师傅，你看这个，我在垃圾桶后面找到的，拍照了。你看一下这个药，是你平时吃的吗？我平时吃的都是维生素和钙片，没见过这个呀。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把那些维生素什么的也都带回去写化验。好。唐明，秦明他不会害我的吧？他会不会害你，等化验之后才会知道。您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块刀枪不入的盾牌，远远挡在您丈夫的面前。唐律师自以为自己是刘曼丽手里的长矛，能帮她攻城略地吗？这个你错了。律师的存在相当于架桥，帮助我的当事人能平安地渡过眼前这条河。风高浪急，渡河不易啊。他到底给你多少代理费啊？我打听过了，你是陈居所知名律师，你却要费这么大的劲帮一个小三打官司，你图什么呀？我只是想帮助一个失去子宫的女人讨个公道。
这都是我咎由自取。那是他活该。这场爱情的代价太大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可是我哥他只不过是想保护我，他想为我讨回我的公道而已。公道？他一个小三，凭什么跟我谈公道？你一个知名律师，你凭什么帮一个小三去打官司啊？他是有错，他错在没有看清一个渣男的真面目，错在恋爱脑，陷入了甜蜜陷阱，错在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那不是爱情，是奸情。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他被他人故意伤害的理由。法律会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受到非法侵害的人，无论他是谁。米索前列醇，抗妊娠处方药，刘曼丽家里发现的。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刘曼丽绝对不会主动服用这种药物。那几天秦明一直都在刘曼丽的家里，给她煲汤，喂她服药，很有可能是在秦明让刘曼丽服用维生素的时候混入了这种药物。如果警方立案调查确认是秦明非法得到了这种药物，然后使用非法手段终止妊娠，那真正让刘曼丽失去子宫的人就是他。唐律师，那你能劝曼丽接受诉请和解吗？如果一笔钱能够改变这一切，我愿意用钱去解决。只要他选择，我追究秦明的法律责任。赔偿金，他们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吗？多少钱能买回我失去的子宫？多少钱能买回我失去的尊严啊？秦明毁掉的不仅仅是刘曼丽的人生，还有我和我女儿的人生。唐律师，我的女儿，她不能有一个坐牢的父亲。即便离婚，我的女儿，她也需要有一个体面的父亲。100万。终止妊娠手术对我的当事人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之后休养调整需要一笔钱，当事人之后又要出国留学，生活费和学费又是一笔钱，200万，300万。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去尝试问我的当事人是否同意。我从来没有想过接受赔偿。唐露，你说的对，我应该归还那些财物。你做得很好。那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起诉还是谅解？我不是你，我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失去理智，更不会优柔寡断的一错再错。刘曼丽，你已经满18岁，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未来的道路只会比今天更艰难。你需要把自己之前碎掉的那一部分一块一块的捡起来，重新拼凑成一个人。你得站起来，你得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面对你将来更艰难的人生。你说的没错，多少钱也改变不了你现在受到的伤害，但是这些钱可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养好自己的身体，不再为经济来源发愁。你也可以用这些钱去继续你未完成的学业，你也可以用它去更远的地方，去更从容地了解这个世界。决定权在你，这是在诉讼前我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大的金额了。如果我接受刑事谅解，他对我犯的罪是不是就不会受到惩罚了？你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赔偿金额可能会不那么理想，有可能会低于300万，你能接受吗？
这个案子最后是起诉还是不起诉，还是要看你的意愿。学校我也帮你问了，你的学籍已经保留了。如果你还想继续回学校的话，也可以。来，跑起来，快进来！我怕我自己回不来了。来，好了，试一下。文丽，眼睛盯着你的目标，心里也只想着你的目标，别管其他的。再来。好棒啊！唐律，如果我坚持起诉，你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吗？赢不赢我不敢保证，我能保证的是，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白主任早。唐律，坐。我是来找你谈谈关于我的离婚协议以及财产分割的方案。我能问一句吗？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沉重的好律师很多，但是真正发自内心尊重当事人意愿且永远胜券在握的律师，我只认识你一个。过誉了。师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小云律师，他将负责协助你完成离婚协议的起草和后续相关的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会全力相助的。白主任，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我相信你们。我要求秦明净身出户。经法庭审理，秦明私自用药致使他人身体损伤，犯故意伤害罪。因被害人刘曼丽出具谅解书，判处秦明有期徒刑5年，赔偿被害人刘曼丽人民币80万元整。刘贵忠犯敲诈勒索罪，因主动退还赃款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判处有期徒刑2年。白雅青已经和秦明离婚，秦明净身出户。意料之中，不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遇见他的话，这里应该也有我的作品了。自毁前程真是不值得。人生只有经历了才会有感悟。我相信你未来的作品会更有力量的。其实，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谢谢，唐律，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能帮我争取到80万的赔偿金吗？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新选择，在80万和从未遇到过亲命之间，你会选择哪个？我选从未遇见他。你看，你现在是可以做选择的，多好的改变！唐丽，我真的要谢谢你，因为我的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你，是你让我明白，一个人要有勇气，要相信自己，要独立。我以前真的是太天真，太没有主见，也太单纯了。那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这么傻了。读大学的时候，心理学的老师曾让我们做过这样一个训练：当我们蒙上双眼，不再用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而是用心灵去观察，以理智去审判，这个世界有可能比我们肉眼所见更丰富、更真实。发生即过去，结束才是新的开始。恭喜你，噩梦结束了。唐律，有您的快递。哦，你帮我拿一下剪刀。好的。好漂亮。当赔偿金变成机票、画笔时，那些曾被我视为软弱的共情，原来才是让正义落地的土壤，也在画上这位蒙眼少女的心灵里，画下了斑斓七彩的花田。师傅，这儿行吗 ？OK。真没想到，这样的官司还能打到现在这样的结果。你看那幅画，画上那个蒙着眼睛的女人，跟她像不像？虽然蒙眼，但又十分清醒，还很坚定，确实很像。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老陈跟你那么器重她。我们大家都反对，他也坚持要去做，既能伸张正义，又能拿到更多的代理费。这样的能力，师弟服气吗？服，心服口服。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职业态度，都令我刮目相看。服。画中景从非人情相赠，而是法律条文被揉进血泪后自己生长出的脉络。站在人海的中央，不曾抓住的过往，记忆在循环，心却空旷，寂静着从夜晚数到天亮，走入人海里流浪，心在潮汐里安放，记忆的海洋倒映出希望，深的夜就不会无法抵抗。听天空的独白，
它是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伤害不该逍遥法外。听听风的独白，也让心燃尘埃。阴干了你潮湿的存在，别凉带着伤害。在天空之外。我在人海里跌倒，为这场关系松了绑。记得海港不再喧嚷，黑夜等待破晓，拥抱日光。听听风的独白，擦拭云上的尘埃。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伤害不该逍遥法外。